欢迎大家回到君娜 TV。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有关于雾眉新手常常会问的8个小问题。我发现真的非常多的同学呢，上了课之后呢，他一定都会问这个问题，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解答新手常常会问的这些问题。请问要如何帮客人画出适合的眉形？这个问题呢是最重要的，在我们雾眉班里面呢，其实画出好眉毛是非常重要的，所以呢，这边我一定要强调，如果你有心要来上雾眉的课程，你一定要认真的画纸图，纸图一定要画好画满，因为有非常多同学在画纸图的时候，他就已经是两边不对称了，可是他自己却看不出来，所以这时候我们在训练的时候一定要练习到，我画纸图我就可以很明显看出这两边到底是有对称或者是没有对称。那当我们纸图会画了，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它挪到假皮上面去做练习。那假皮呢，因为它是凹凸立体的，所以呢它会有一点模拟真人的样子。那我们一样要在假皮上面练好练满，最后才是练习真人的画眉毛。当你有认真的把前面这2个步骤都很认真的练习的话，相信你在画真人眉毛的时候呢，基本上一定会大有长进，可以画出漂亮的眉毛。老师，我害怕把客人做坏怎么办？对，有非常多同学非常害怕，所以他们的下手都会非常的清浅。这时候呢，我这边一定要特别提醒大家，我们在操作呢，其实只要按照老师的操作步骤，把眉毛画好之后，慢慢的轻轻的点刺，基本上呢都不至于把客人做坏。而且啊，其实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呢，老师啊会全程1对1的在旁边盯着你做，因为老师也很怕你把客人做走形了，所以他一定会全程盯着你。只要但凡你有一点点快要出错了，他就会赶快制止你。那其实回家你只要有按照老师教的步骤慢慢做的话，不要心急，基本上都不会做出坏掉的眉毛。那如果你觉得有一点点不对称呢，那其实呢都是可以微调的，所以大家不要太害怕哦。顺便提一下，我们现在有一款非常厉害的手机 APP， 那是可以对眉毛做一个脸部的定型，所以呢基本上呢，只要那个你有正确的使用，不会很难，傻瓜都会辨别两边有没有对称。我应该要怎么选择色料？关于色料这一点呢，其实有非常多同学呢，可能在其他地方有上过课，那也许可能他们买了一大堆色料，那他们可能比较不知道要怎么使用。那我会建议新手同学呢，一开始你一定要有3个颜色，同色系的浅色、中间和深色。意思就是说呢，例如说我是咖啡色那我就是有咖啡深的、咖啡中的、咖啡浅的这样。其实我们在做真人的眉毛的时候呢，做到大部分的客人我都是用浅色和中间就可以搞定一个眉毛了。如果这个客人他的真眉毛比较多的话，因为真眉毛是黑色的嘛，我就会运用这个3号再深一点点的咖啡色，帮他在眉毛的衔接的地方做一个过渡，这样子呢，基本上颜色就 OK 了。所以我觉得同学们只要选同色系的3个浅、中、深，这样就 OK 了。反而你如果用了太多种的色料呢，你可能会到最后你也搞不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东西。那这3个颜色当然是做一支眉毛的颜色，而不是这3个颜色个别做不同的，不是这样哦。要如何避免让客人变成蜡笔小新？这个问题呢，其实我们要先了解什么是蜡笔小新。现在所讲的蜡笔小新的意思呢，就是我们在做完眉毛的1到7天还没有脱痂的时候呢，它上面会有一层厚厚黑黑的痂皮，这个就是蜡笔小新的过渡期那同学会问说，如何不要变成蜡笔小新？就是我们的手法一定要改善。如果我们呢做以前那种传统的雾眉呢，就一定会像蜡笔小新一样。那如果我们用新式的手法呢，基本上就不会像蜡笔小新一样了。以前传统的雾眉呢，基本上就是用大的针具下去做一个皮创，然后让它呢可以破皮，然后留色，或者是扎的比较深一点点。那我们现在呢都使用新式雾眉，我们是用针点刺所以那个受力面积非常的小。那这样子的做法呢，就会让我们皮创减少。所以这边一定要呼吁同学用对的手法因为很多同学呢，他不是点刺弹，他是一样像传统的在扎它，扎，这样子呢一定会有皮创，而且下得过深，一定会结痂。我需要考证照吗？我觉得这个问题呢，如果你要做纹绣的话呢，国家是没有规定你一定要考纹绣执照才可以从业。但是呢，你知道我们做纹绣久了，如果你假设一张证照都没有，那不是会有一点奇怪吗？所以证照的好处到底是什么呢？证照的好处就是让你自己会觉得我有一个里程碑，例如说我考过1级初阶、2级中阶、3级高阶我是一个高阶的纹绣师，增加客人对你的一个信任度。
你要知道，做纹绣不是像做睫毛一样，随便人都可以做一做，不喜欢卸掉就好了。做纹绣一定是会找信任、有保障的老师，对吧？所以你要让客人有一个信任度，不要说我只想赚钱，我什么经验都不想累积。如果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纹绣师，真的不会连一张证照都没有，一点点经验值都没有，他的那个履历上面就是空白的。你这样你会相信他是一个很有名的老师吗？机器雾眉好还是手工雾眉好？机器雾眉又或者是手工雾眉呢，你只要选择适合的针具，也就是单针或者是3元针下去做的话，基本上都是可以做出非常精致的雾眉。所以呢，我觉得机器雾眉做出来也很好看，手工雾眉做出来也很好看。至于你问我哪个比较好，我觉得应该是都要选会比较好吧。虽然这是2门课，可是呢，在我的课堂里面，这就是1门课啊，因为我觉得这就是一起的啊。其实只要针挑对了就 OK 了，机器也好看，手工也好看。真的，我是觉得2个都要混搭使用，可能会最好看。如何判断用什么针具？这个问题呢，其实会牵扯到上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我们在做手工又或者是机器的时候，会建议使用单针或圆3针下去做。这个好处就是它其实可以做出非常精致的作品，可是缺点就是时间会有一点点久。所以呢，同学如果要做出很漂亮、慢工出细活的眉毛，可以使用这2个东西下去做操作。但是呢，有些同学他还是有可能会选择大排针。其实大排针也是 OK 使用的，因为它的整个上色的速度是非常快的，所以我也建议是可以学习怎么使用。但是我比较建议就是中间我们要填色的地方用大排针，旁边的边框我们用小的针下去做收边的动作，这样子下去挑选针具呢，可能会比较恰当一点哦。要做多少人才能创业？你要做真人之前呢，你就要练过无数的假图和无数的假皮。那练完之后呢，我觉得这个正正负负前后大概2-3个月左右，那再开始做真人。那如果你做真人呢，只要你做10个人哈，这10个人的眉毛形状你看起来都觉得还不错，还 OK， 没有落差很大，客人是满意的啊。这10个人呢，我们再把它1个月后、2个月后再叫回来再补色一次，总共成人操作做了20次之后呢，也就是10个人1个人做2次。这样子，如果这10个人落差都没有很大，客人都满意的状况，基本上我觉得你就可以创业了。以上呢就是我分析新手常常会问的8个常见问题，希望这8个常见问题都有回答到你。GRTV，我们下回见，拜拜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帮我按赞、分享、留言、订阅，并且要打开小铃铛，你就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。我是君娜，我们下回见，拜拜。